中东给人的感觉就是有钱，毕竟这地儿油多，随便卖点油呢就赚得盆满钵满。但也门就像是个例外，穷就算了，到现在还得打内战，全国超2000万人没过贫困线，跟500多万人就差点没饿死啊！你说国家和国民都穷成这样了，应该好好发展才对。结果呢，全国人都沉迷吃草，干啥都不忘吃树叶，国家甚至还大力支持吃草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，与沙特阿曼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52.8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3298万人。在中东这块的国家呢，就没几个穷的，干是干了点，但人底下有油啊！你看也门这两个邻居，人均 GDP 都过万了，但偏偏也门经济就很差，人均 GDP 才刚1000美元出头。你说他没资源吧？石油总储量高达上百亿桶，30多个黄金矿藏等。而且也门的地理位置也很好，地靠红海亚丁湾。要知道红海连接的可是苏伊士运河，每年上万艘船只经过，一旦出问题就会造成不小的损失。就像之前发生过的一次堵船事件，每天至少造成4亿美元的损失。所以靠近这么重要的地方，稍微收点过路费啥的，不说一夜暴富吧，也能小赚一笔，不至于日子过得这么苦。但他们还是穷，而且就算穷的都吃不起饭了，他们也不会忘记一件事，那就是吃草，这甚至成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。在也门，不管是男女老少，也不管是穷人富人，但凡想去干点啥事，嘴巴里都得吧唧几片草叶子。说也门被草摧毁呢，那一点都不夸张。也门人有多爱吃草，可以说上到政府官员，下到平民百姓就没有不喜欢的。走到大街上，几乎人人嘴巴都在动，而且还能看到一些人嘴巴鼓起个大包。为啥也门人吃草会吃得这么疯狂？他们吃的这个草叫做恰特草，放进嘴巴咀嚼的话，会给人带来一种愉悦感，让人变得兴奋。但一旦停止，整个人就会变得精神萎靡，而且吃多了还会让人上瘾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听着是不是很耳熟啊？这不就毒品吗？确实，在很多国家，包括我国在内，都把恰特草列为软毒品，是违禁品。但在也门就不一样了，恰特草是流行品，甚至是恰特草都成了他们的文化了。每逢过节要去拜访亲戚朋友的，带几捆恰特草就行。要是别人给你，你要是不吃的话，还是种不礼貌的行为。每天下午呢，大家伙就聚在一起吃草，没钱的人就买一点吃一点，像那些有钱的富豪们就专门建个豪华的吃草房，里面堆满了恰特草，一圈人围在那边吃边聊，平均每个人一天至少有3-4个小时都在不停的吃，再严重点的，一天甚至能吃6-7个小时。恰特草的价格也不便宜，价格最低的也要30多元人民币一捆，最贵的高达200多人民币。而也门人呢，一天也就2-3美元，就这点钱，想吃饱饭都困难。结果宁愿饿肚子，他们也依旧愿意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买恰特草上，哪怕吃多了草，不仅会得一身的病，还很有可能会影响下一代的正常发育。也门人也毫不在乎，抱着一棵草死死的不放。一棵草会摧毁一个国家，听着是有点魔幻，但在也门这儿呢，却成了一个既定的事实。前面也说了，恰特草就是另类的毒品，吃多了不仅会上瘾，而且还容易损害身体健康。而且恰特草不便宜，很多人辛苦工作一天，也不见得能买一捆恰特草，还得合伙好几个人一起去买，这钱呢全买草去了。接下来一家人都得喝西北风，顺带的把整个国家的经济都给搞崩了。另一个就是吧，也门的耕地面积本来也不算多，但超60%的土地都被拿去种恰特草了。最关键的是，它还是个水资源匮乏的国家，水少，但恰特草呢又需要大量的水资源，为啥他们种呢？还不是种别的不赚钱吗？可问题是，一旦土地不拿来种粮食，而且水被用光，到时候吃饭喝水都是个大问题。但也没人在意吗？根本不在意，他们依旧吃草吃得不亦乐乎，甚至光自己家种的草呢还不够吃，还得进口别国的。那你说，既然恰特草危害这么大，难道也门政府就不去管管吗？管什么管？别说管理了，也门政府呢甚至相当的支持。为啥呢？你把草禁了，那他们去吃啥？再一个就是也门几乎全国人都在吃草，吃的人多，种恰特草的人也多，不少人就靠着种草赚钱吃饭的，国家也能靠着这个收一笔数额不小的税款。一旦恰特草被禁，这不是在断那些人的财路吗？国家也收不上税，所以禁草在也门呢根本就不现实。而想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唯一的办法就只能靠也门人的自我觉醒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点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